圈乔王出事啦！帮忙帮陈猪八戒。你能不能弄到五月天的票？后来我们真的找到他本人，搞定，我就觉得我超有面子的。好，消失了，王八蛋一样，跟我一样哎，像。我刚刚要了一个车子，到现在那个电动车到现在还没有来，已经1年了。好心结果帮到忙，两边得罪里外不是人。定下我要吃那个你说很厉害的脆皮烤鸡，去跟人家要的半只鸡回来，就骂老板了。他说老板。我是仲英的朋友哎，我叫他帮我订，你就只给我半只，走的时候还就是有扫一下盘子之类的这样子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，晚安，你们好。乔王没有那么好当的，乔王一个没有小心就乔成猪八戒了。哎。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4只猪八戒，有3只公的，1只母的。哦，我们欢迎他们出场。介绍第一位马里奥，欢迎马哥，欢迎郑仲英仲英姐，潘若迪，欢迎潘老师，欢迎许明杰，哦耶，欢迎。今天呢，我们请到的4位乔王，他们呢是本来想当乔王，都变成猪八戒的朋友。我就是个性比较鸡婆一点而已。哦，对，你算正义魔人吗？我还有时候还蛮正义的，正义到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吗？你帮他瞧成功，他就喜欢你；如果瞧不到他想要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你就是个猪八戒。哇，这种讨厌，好难哦。明明是帮这个忙，对，我明明就帮。我有没有帮到你忙？有，你有帮到忙，对吗？对不对？是帮到忙。哦，好，我们今天的环节很简单，马上从这边开始。这也太难了。啊，要吗？不要啊！他以为是时间性。那你再让我们跳一下。你在跳什么？跳不起来，结果都没有剪，他跳不起来，后面都没有剪，这一段都播出去，真的好笑。事情瞧着瞧着就换他出事了。来，明星乔王事件部。事情瞧着瞧着。换我出事了，被吃豆腐。仲英姐，对，因为只有一个女的就特别好猜，哎，要了又不来。仲英姐，哎呦，平均了。你看，10万的面膜。哎呦，仲英姐，你看，女生敷面膜，女生一定跟你开玩笑。对不对？这衣服都没了。仲英姐，哎呦，不是一个人只能丢2个问题吗？为什么可以那么多？一妻难求。哦，仲英姐，一妻难求。都是他，一个人包好多。工作开天窗。哎呦，好，这就不是他了，对，这就一定是马里奥。对，这个值有问题，一定是男生。对，就从他开始，有什么好瞧的？啊！想不到吧？我说一定是男生，结果，哎，我很少猜那么原来在你心里我是个男的。哎呦，你就是我长胸部的哥们，长胸部的哥们。那我们来，你是带棒的娘们。我跟你讲，什么纸有问题？隔热纸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就是我一个朋友，他就想要买一款车，那因为刚好我有认识那个业务，他就跟我说，哎。你不是认识吗？你就瞧一下嘛，看能不能就是能够有优惠的价钱，而且如果说你又可以谈到，比如说现金价的话，可能还可以少个20-30万。其实如果以买车来讲，是真的非常好。20-30万吗？车价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他等于把他的奖金就是让利给你。那很够力，那要让利了。我就已经介绍业务给他，人家也算他很便宜，给他很便宜的价钱了。他这个时候我也是事后才知道说，他那时候就跟人家凹说，那你要送我什么？送我什么？送我什么？他已经得了很多优惠了。对，好，那我这个业务就看在我面子上嘛，就想说好吧，那我就还是给你一下好了。可是问题是，我后来才知道说，他回去之后，他就每天打电话给我，一开始先讯息，然后我在忙，我回的比较慢，他直接夺命连环扣，他就说，哎，你那个业务有问题，你那业务是怎么啦？做事情怎么是这个样子的？我说他怎么了吗？他说你知道吗？他就说要送我隔热纸，他给我贴的什么隔热纸啊？他就拍给我看，他隔热纸上面就很多小气泡。
哦，气口，对，小气泡。那我就说，你先不要生气，我帮你问一下好了。那我就问那个业务说，他说你有送他隔热纸，然后结果那上面为什么那么多小气泡？他说他开车还会感觉好像有那种距离的感觉，就是感觉好像浮在上面没有服贴这样子，玻璃上就没贴好了。对，然后他就说。姐姐，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因为隔热纸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加上现在呢，因为天气比较冷的话，它会干得比较慢，那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小气泡，那可能要1个月、2个月之后，这个气泡会慢慢消失。然后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讲说，他说1个月之后，这个气泡就会不见了，你放心，你不用紧张，因为这是正常的现象。然后他就说没有这种事情，我问过了，哪有这种事情？没有气泡就是没有贴好，我不管，你要叫他把我整个拆掉重贴，而且贴什么烂隔热纸，我去问过了，人家说这个隔热纸是最烂的，他为什么送我这个？这个在咆哮的这个人是我们的同行的朋友。对，可是重点是。他已经便宜你20万了，然后又送你这么多东西，你想想看嘛，送的能够多好？其实你就不用要求那么多了，要不然你要贴好，花笔钱去给人家弄。对，你要贴好，你就自己花钱去弄嘛。然后结果我就觉得很尴尬、很丢脸呐。然后我就跟那个业务讲说，这样子好了，我跟你说，你有办法帮他重贴，然后我补差额多少钱给你好不好？然后他就说。姐，不用，我跟你讲，你相信我，你可以相信我，我们合作这么多次，就是我介绍买车或者我自己买车，他就说你相信我，真的我自己也没有出过这种状况。那我跟你讲，这个以我的经验来讲，真的1个月。那如果冬天比较慢，大概2、3个月，一定这气泡就会消失，你相信我。结果我朋友就整个气炸，你知道他跑到人家店里面，然后呢，他就是他去跟人家呛说，那你们就是很糟糕很烂呐，你这样子我要找媒体来，就为了隔热纸。对，我就说。我真的整个超丢脸，我就跟我朋友讲说，你冷静，你不要这样，就是一个隔热纸，而且他已经讲这气泡会不见，然后他后来就是去真的是1个月之后，那个气泡就消失了。然后他也没有去把它换掉了，跟人家道歉，没有。可是后来他自己有带人去跟他买了2次车子，可是我这个业务就是不想接了，对，就不想接，他是个麻烦人。对。8件猪八戒的事情，第1件就让我们有深有所感，我们要帮谁瞧？我们要瞧是你先这个人，你要看这个人，你要帮谁瞧？他是不是你值得帮他瞧的人？真的，对不对？像这个就是里外不是人。对，里外不是人，我一听就猪头，Oh my god！已经都给你了，他没帮你贴隔热纸、贴保鲜膜已经不错了。这也差太多了吧？保鲜膜是怎样？对不对？就送完了，没东西可以贴了。大概哪一台车贴保鲜膜？你跟我讲。就钱啊，他这个就钱啊。钱贴了那个人，基本上你只要发现前面一贴有泡泡，你后面就要有泡泡了。哦。那你跟他讲说啊，这一款是 bubble， 就是泡泡款。可以这样唬烂的吗？可以。厉害喽！对啊，难得一开始节目没多久就讲得不好笑，完蛋了他。哇塞，剪掉！压力好大哦，压力好大。哦，你难得是个没效果的艺人啊。压力好大。对啊，公主开天窗可以想象，不难的，一定有什么误会嘛？哪一个男的？男的，一定是男的。看。潘娜第一想象不到吧？你也知道我们这种热心助人的人是，好不好？下面一位，来我们看看下面一个，有点耐心，不要这样的哥，有点耐心，好不好？我们这种热心助人的，我有没有热心助人？有。这说实话，我刚才讲说潘老师他想把自己当成，他每次我做什么事他就会补一下说你怎么不跟我讲？好，可以了。他觉得他什么都会，因为什么都可以 handle， 就是他可以帮你，他什么都懂。所以为什么我叫他就是这种人？他蛮常讲的。对，他怎么跟我说？怎么不跟我讲？你看，我刚刚要了一个车子，到现在那个电动车到现在还没有来，已经1年了，你没有跟我讲，你没有跟我讲，我没有催你，我不是没有跟你讲，我没有讲吗？不是，我们还能来回，你要哪一部？这个花是，我骑的是这一台，那这个花到时候你拿的是，我们会可能是这样子，都瞧了这些了。大夫，我听到了哈，没来，什么被听到了哈，没来，不是，你的话不要说太满。好，没有，我会处理，是去年真的太忙了。2020我真的太忙了，太忙了，好。你的事真的不重要，你的顺位比较后面，接受这个事。不是，为什么会工作开天窗？你知道我在我的工作环境里面，今年第40年，我跳了40年，
所以当我从舞者变成老师的时候，那个过程是很艰苦的。但是等到我走到有一席之地的时候，我后面的那些舞者老师们，他们会觉得说，哇，阿迪他可以这样子每天，那可不可以介绍我们一些工作，让我们去一下？那我一定是这样，我所有好的，我跟他说过，我这辈子只要有好的，就一定有他。我跟他讲过，我是真的跟他讲过这话，所以我把我的2个 dancer 老师带进来，我挂保证，跟我的老板讲，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亚历山大。哦，很久以前了。老师也很给面子，老板也很给面子。好，我一个人给你10堂课。他们可能不太清楚明白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以前在跳舞的时候，当 dancer 的时候是，哎，今天有这个，大家排完舞排累了，我们可以在旁边休息。可是我的课跟以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我1个钟头是从头到尾不能停了，25分钟是你可以看到祖先的那种，你就知道上我的课有多累啊。所以他们平常虽然是当舞者老师，但是不是这样子跳的人，心肺不见得撑得住。10堂课，1个礼拜要这样跳完10堂课，对他来讲，他们是没有办法负荷的。好，就是今天这个礼拜1来上课，明天他可能就不来了，要不然就睡过头了。老师对，老师就睡过头了。但睡过头的时候，以前就是这样，所有老师只要没有来，所有学生就会坐那边等下一堂课的人，或者赶快找另外一个老师来顶。我是负责去帮忙去顶这些老师没有来上课的，所以这2个人同时间，一个是在台北，一个是在中和。你怎么敢挂保证哦？因为好朋友，你没有，因为跟着你一起又来了，有没有？看人家帮谁的忙，有没有？可是当初也不知道帮谁的忙，当初真的不知道，对啊，他也是不知道他那个咆哮。可是这种是不是只要发生过一次，这个老师就拜拜了？对，这两个老师现在是真的拜拜，一个在开计程车，一个在卖包子。这2个老师现在没有在一个这个行业。原来你们一直都有联络？一直都有，因为我有一次去淡水做活动的时候，就刚好坐到他的计程车。哇！对，所以我说这个感觉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就是因为你挂了保证，你帮这些人背书了，所以他当这些东西都没有帮你完成的时候，我要去完成他所有的任务，所以我1个礼拜26堂课。那个时候不要说祖先，你连祖灵连起来躺了很久20几年的都可以看得到，就是你无意间会看到很多那种看不到的朋友，他们都会跟你打招呼。我说为什么你一直都怪怪的，搞了半天就是跳舞跳太多了。对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确实自己也很夸张，我可以在体力界维持这么好，我把他们2个的课全部吃下来，因为你当初是背书人家，变成我自己要吃。你要来擦屁股啊！今天是说他还可以顶啊，他不能顶的话，其实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对啊，潘若迪跳也就走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他本来10堂不到，要跳20。本来只是见到祖先，后来就真的变祖先了。对自己变祖先了，就是就变祖先了，不能挂保证啊！变祖先受得了啊？本来是看祖先，后来变我走先了。我走先。对啊。哎，连续2件事情都跟该帮谁瞧，这件事情有关。哎，事情常不难，是人有问题。事情本身不难吧？对，对不对？Here we go now。你可不可以尊重一下长辈？我们现在挥哥闹也不多了，好丑哦！闹什么？我是说，跳那个舞不难啊。好轻佻哦！谁有这样子？下一个瞧面膜，不行，这可能郑中英。这几个，我觉得这3个都好像郑中英，所以先不要，我们先不要往上跑，好不好？我不要，还是衣服都没了。马哥也可能是这样，衣服有可能哦，这么常常没有衣服，衣服都没了。好，果然没错，对，我也觉得是。你怎么知道？跟起来！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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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这是一个直觉，这个是小事，这个是个小事，但是影响了我自己的利益。你看我一路这样走来，我基本上没有什么 sponsor 衣服的，基本上就是。但是你过了这年，穿着打扮不一样了。对啊，就是有人帮忙，开始有穿搭了。哦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走红了嘛，你就会有。你红很久了，没有人突然这样讲的，因为你一直跟我讲说不要妄自菲薄，那已经走红就承认。对，你红好一阵子了。你们大家都在笑。然后呢，我不太喜欢花钱买衣服，因为我自己知道，我觉得我比较自卑，我觉得我穿衣服不会好看，然后我就不太去买衣服，因为我觉得男生不是长袖就短袖，不是长裤就短裤，然后就是 T 恤或衬衫。谁不是啊？对，可是有些，比如你们的穿搭都是有搭配过，我们比较不一样。我曾经去上通告，上到人家说马哥，你是不是很喜欢格子？
我说怎么说？他说你这个格子衬衫在我们节目已经出现4次了。那个时候我比较常去上国光帮忙啊。我就是格子衬衫配牛仔裤，就是这5、6件一直换一直换。你哪叫搭配啊那个？可是我必须说，你真的很用心呢，因为我接到通告的时候，制作单位有强调说不要穿格子。细格子不要，细格子不要，细格子。我们也是觉得都不要。但是当你一个人走红之后，他们摄影师看怎么又穿格子？一看哦，马哥啊，可以。有这种大格子没有关系啦，有特权的。大格子没有关系。后来打我一下，没有啦，不要这样啦，给我点自信。后来我的老婆就是高雄，他们有个姐妹是带韩货的，韩国的那种潮服，就是，所以我后来有开始穿帽 T 了。以前我不会穿帽 T 的，就穿 sweatshirt 大学 T 这些，像这个都是赞助的。雨衣、风衣，对，达新牌，然后就蛮好看的，达新牌。你要为什么不讲寿衣啊？达新牌，你为什么知道啊？你为什么谁穿达新牌上节目？谁穿达新牌上节目？他有穿过啊，我有送他一件雨衣，达新牌。然后我就有赞助的衣服，就比较好看。哎，马哥，你开始会有穿搭了，开始穿比较亮色系的衣服了。然后当然就会有朋友就觉得，哎，你的衣服好看，可能他是一个网络工作的直播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那你能不能介绍？我说我当然，因为东西不是我的啊，那我当然去问，就是问我老婆，叫我老婆去问那个赞助我衣服的，赞助也不是很多，因为他是希望我要 PO 嘛，你穿了我 sponsor 给你要 PO 嘛。take 啊，比如说来自马里奥或者是明杰，谢谢你把明杰啊，你要知道去你的网络上看嘛。对，他的衣服其实不便宜，他都是正版韩货。那我提供给你，那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嘛。那怎么会人家说业主就跟我说，哎，可是我都没有看到他帮忙 PO 哎。对啊，那我怎么好意思？我又跟你讲了1次2次，你还不 PO？那代表基本上你就是摆烂了，而且拿了2个没 PO 就对，拿了2次、3次，我记得应该是2次还是3次。然后结果我那朋友就是，而且基本上也不是我直接的朋友，是我老婆这边的关系。那从此之后他就再也尴尬。我有 PO，可是他说，我觉得他在想说，马里奥，你是不是要介绍一些就是来 A 衣服的，来拿我衣服来白拿白穿的这样。所以后来连你的衣服都没了。他就没有。哇，他后来也穿不下，韩服都比较 fit， 他比较大。潘若迪，你以前是可以这样抠他、刁他，我现在已经走红了。马哥走红了，已经走红了。所以你看，连我都没有 sponsor 的衣服。是，因为我不好意思，所以说衣服都没了。对。我不是刚好一个人一个哎，我们要想一下明杰在哪里啊？我觉得明杰不是这个就这个，一机难求啊。因为我在想，一样的不可能在隔壁嘛，所以这有可能还是马哥。哦，人会错开来哈。要不然就是明杰。所以旁边这不会是郑中英，也不会是潘若迪。对，这2个其中一个是明杰。哎，真的耶！哇。我是用踩地雷的方式在推算的。哥哥姐姐们比较是会瞧事情的，我这个就属于完全是公卿变事主。哦，我曾经的一个兄弟已经变曾经了，你看这个，这故事蛮黑灵的，已经变曾经的了。好，我曾经一个好兄弟，我们很常就是会一起去 hang out 啊，去喝酒，一起玩这样子。有一阵子都没有他的消息，约他也不太出来，就打电话给他，我说：“哎，兄弟怎么了？”他说。我最近有点状况，我有个对象，有一点问题，就是在我家里，整天要闹自杀，要干嘛的，恐怖情人，有一点这个概念。所以他说我最近真的很紧绷，我出不了门，我只能够在家里待着。我说哦好，那这样，那你先好好处理，我们也没办法嘛，就是你好好处理，处理完了我们等你，好不好？兄弟不会散。好，那过了几天之后呢，我就在外面跟朋友们一起玩，遇到了我的一个女生朋友。女生朋友跟我还不错，酒过3巡之后呢，她就开始跟我哭诉，突然就哭了。她说：“我要跟你坦诚一件事情，我跟你的一个兄弟在一起。”我说：“谁啊？”一讲就是我那个最近碰到恐怖情人的兄弟。他觉得很抱歉，是因为他其实是透过我的社群看到我这个兄弟的。然后他们就自己去聊天，然后就后面就暧昧，就在一起。那他只是觉得说我没有告诉过我，让我好像被蒙在鼓里。然后我说没事 ，OK， 我有点惊讶，可是我说算了，没关系，你们自己的事情。关你什么事呢？对，他就说他最近都不理我，我的兄弟都不理这个女生。有一次，他还去他的家里，看到了家里有一个另外的女生，
被他撞见，当场哈。那我整个人很混乱，我想说啊，还不知道谁是小三。对，我想说那怎么搞？但是我想着我要帮我兄弟一把。我想说啊，对，他最近不是讲说他家里有一个状况吗？有一个恐怖情人吗？你可能就是看到那个恐怖情人。我就跟他说，没事，姐妹，我跟你讲，他最近真的是遇到了状况，他不是不理你，来。我还开我们的对话记录，我说你看，他跟我说他最近遇到了恐怖情人，这样，在他家整天要闹自杀什么的。那个女生就说，那个人就是我。哇，尴尬。潘若迪伤心事竟让马里欧大暴走。我的女朋友嫁给我好朋友了，那你怎么办？我去做主说，我去吗？我不会去，我要看着你从悬崖摔下去。我你冷静。我没有那么冷静。那个女生就说，那个人就是我。哇，尴尬。那你糗了，糗爆了。尴尬。我怎么会知道？那女人你也熟吧？女生好安抚嘛。啊，那女人你也熟吧？对，醉乱七八糟，后面就睡了，就送回去了，不管了。隔一天，我兄弟就一个讯息说，你把我们的对话记录给别人看，完了。我就啊。你本来是想帮他的，我还是给他个解释，我说啊，事情是这样子的，还没想到你的用心。我不知道你们在一起，我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他，我这是为了你好，有用吗？我就是好心办坏事嘛。对，那个没办法的。那我那个兄弟虽然跟我讲说没事啦，我们不要为了女人的事情吵架，但是我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，他没有那么兄弟才会为女人的事情吵架，跟我那么近了，对不对？哥们一定会为兄弟为女人的事情吵架。他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吵架。你不要一直在我后面一直在那嘟，背后嘴巴那边，他刚才整个的表现跟在家里看电视一样。那个兄弟就是不知道什么，这个事早就应该这样子处理，不能够这样当一回事。老师，你在家看电视是不是这样子？老人都是这样。我有那种感觉，我有那种感触，我真的有那种感触。我的好朋友还嫁给我了，我的女朋友嫁给我好朋友了，那你怎么办？我是想问三位哥哥，如果今天你们是我，这件事情确实没解吧？对啊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感情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弄。对，你来哭着跟我讲，那我跟你讲啊，陈哥就是这样，我早就跟你讲，结果你们第二天就和好了。你就乌龟我怎么王八蛋。看你啊？你没有碰过这种事，你不知道。和好以后，然后他就说，他一起骂他。那个陈哥他说你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我就这种事情都不要再碰了。他刚刚其实你在讲说，他讲的那个比较骇人听闻。怎样？他说他的女朋友会变成人家的新娘。啊，对。然后他说他做主桌哎，对，我去做主桌。这什么？你还会去？你看脸度量多大？你是个心很大的人。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的舞者的好朋友。那你舞者难道不知道他是你女朋友吗？前女友嫁给他知道，分手之后吧？对，因为没有不是分手，我们还在一起。我太忙，我的活动太多，工作太多，我去接的时候他没有去接，他负责帮我去接我的女朋友。每天我说，那麻烦你，马里奥，今天我女朋友帮我送一下，接着接回家去，就接回家了。那你还去？然后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已经太晚了。不可能去，你会去吗？我不会去，而且你会去吗？我在陈哥的节目上我有讲过啊，我在酒吧，我的女朋友被客人把走，我也讲过啊。那我就说。这我不会再帮你了，我要看着你从悬崖摔下去。你冷静。我没有那么你以前可以这样去用一个怨念去诅咒一个人，但现在你走了，你好像没有这种怨念。这个是交给小弟去做。你帮我把他推到悬崖下面去，为什么要我去对？因为我走红了。你现在是顶流啊，马哥，走红要注意你的言行啊。我讲话好像指挥官，走红了很多事不能做，你们傻傻的，我们不能轻易走红。我不要轻易走红。这个好好笑哦。蛮好，今天大家分享的蛮好的。哇，你那个人呐，有人就有事儿。我们也不知道谁是谁了。猜一个，来，我们就要了又不来，叫到500，要又不来，要了又不来怎么？我，哎呀，更年嘛，更年期就是这样。不是那个药，不是要那个了，不是要哪一个？然后我们这故事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次我是稍微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。我们在拍戏的过程中，
然后我们就会闲聊，跟导演就闲聊，那就说你是哪什么学校？我说我国光艺校。你们班有谁？我说我们班有刘畊宏啊，还有五月天的鼓手啊。他总是觉得我们总是那个人家是天团，我们总是跟他搭档点说我是他的同学，有面子嘛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后来他大概以为说我们跟冠佑是很 close， 其实非常遥远，因为他走红的比我早啊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，你是最近才走红，你最近这几年走红了，他走红早了大概10几年，然后后来有一次五月天的演唱会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你能不能弄到五月天的票？你看，很多这个是不难吧？对啊，蛮难的，那种都是秒杀的，对啊，一票难求的。我就说我说很难，他说哎呀，他说你试试看，你帮忙一下，你让你的同学怎么样？我就想说因为他是导演，我就想说好，那我试试看。他说他的女儿要去，我记得好像4张还是什么，我说好，4张太多了啦。同学要去，我说好，我来帮你弄看。辗转的去问，然后因为基本上我跟同学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联络。后来我们真的找到他本人，我请他瞧，他说哎，我们这。他说基本上，我们这个基本上是没有的。他说我们连我们本身都没有票的。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最后他说好，那当天怎么样，你打给谁，我的助理还是什么，他们公司的什么公关部还有工作证带他进去。反正没有，就是还是要花钱，弄到4张，要花钱的。他说就是 OK， 我说好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搞定，我就觉得我超有面子的。好，消失了。这个人就不见了，赖也没有读，导演不见了，也没有去拿票。王八蛋一样，跟我一样哎，像，就是我把你瞧到就是已经中了，然后你不出现，其实我超堵拦的。好心结果帮到忙，两边得罪里外不是人。定下我要吃那个你说很厉害的脆皮烤鸡，去跟人家要了半只鸡回来，就骂老板了。他说老板，我是仲斌的朋友我叫他帮我订，你就只给我半只，走的时候还就是有扫一下盘子之类的这样子。其实我超堵拦的，你又想要站在悬崖上面看他掉下去？不是，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去弄那些票，我也没有花钱，就是觉得膈应，没有就答应的事，答应你答应了，然后他那个就说，哎马哥你们，我说他没有去拿，我就问我要找导演，然后导演就不见了，然后这个导演再也没遇过，我们也没有合作了，然后传给你的 LINE， 你也就是已读，我记得我忘了，因为时间太久了，已读还是就是没有回应，你没有给我 any excuse， 没有任何的原因。你为什么没有去看演唱会？没有交代。你刚刚想讲的是借口对你没有借口，你说 no any excuse， 你看这个新的深度就不一样了，没有任何的借口。因为走红现在讲话都不一样，带点外语。然后我觉得我超，果然是有喝过羊水的，洋墨水，其实羊水就是自己的尿，大家都有喝过羊水，谁没喝过？我超堵然，后来我就把那个导演封锁掉，就是我说我他妈不会再。那个导演还在这个世间上吗？很久没有联络了，他没有联络。难怪要了又不来。我帮你瞧了，这个很缺德我的情况是跟他一模一样，也是帮你瞧了4张 BLACKPINK 的票，你没有来拿。他说怎么可能会不去拿？我跟你讲，他会，譬如说，他会觉得，哎呀，突然觉得好贵啊，然后我妈不让我去看了，他就不给。有一堆，我只给了2张，我老婆跟小孩去，另外2张变成我自己要吃下来啊。哇！然后你又没看到。对啊，我们本来那4张都是他们要去的，我就变成把那4张买下来，我也没有看，我去看 BLACKPINK 我是不用钱的，我就直接走进去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5分钟之后他们会把我请出来。罗总，你再说一遍。不是啊，你再讲一遍。没有。他进去借厕所。对，我说我真的不用票，我走进去就可以了。我说我去借个厕所，马上出来。对。5分钟，就5分钟。所以你就变成4张票你要把它全部吃掉，1张58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呐？哇，这样子不是人，夸张啊，很多。好缺德哦。但可是有些人他是觉得说你是艺人，你去抢可以拿到公关票是不用要钱的。我已经有跟他讲说这个是要钱，他说没问题，只要有票就好，有票就好。对，我们都是这样讲。所以后来你决定封锁这个要了又不来的人是合理的。好缺德哦。尤其是好几个就像秒杀的，像江蕙姐的，周杰伦的，张学友的，周杰伦的。对，这些只要开了演唱会，大概都是一票难求的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很难，要了，帮你搞定了，哇，这个事情你绝对要如数的
你说你就算不能去，你也找别人带我曾出去嘛。经订过8张，代订8张，什么？就是演唱会的票，他最后说4张就好，完了，可是你订8张哎，因为他说越多越好，我他妈只能弄到8张，所以他说他只要4张，结果崩溃，是不是？你要自己吃，就一样，没有就跟他讲，就把因为他随便卖都卖得掉，还好你很有钱的，可是就是很你麻烦到我走红以后，我一直有存点钱。好想走，我也想走，我也要走，我只是开玩笑，真的，对啊，我只是开玩笑，所以走红都可以把它退掉，我都不好意思，我要自己把那另外4张吃下来。人一走红讲话的方式都不一样了，对，好，没关系。 excuse。 No any excuse， 走红不是那么容易做到，但走人可以。走人，请走人。这个感觉超差的，一机难求。哎呦，哎呦，也有可能是很难买到的手撕鸡，或者是叫鸡的朋友，我也觉得叫鸡的，真的是那种啊，不对，一鸡不对，你看这下来完了，钟英姐，我很难想是谁耶，仲英哦，这有可能是明姐仲英，他跟座机，明姐年轻喜欢买好手机，哎，是张英姐，应该是吃的吧？应该你这个表情是感觉我真的做过鸡，真的是吃的吧？买不到头油啊！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因为呢，在台北的某个高尔夫球场附近有一家私厨餐厅，他们的脆皮烤鸡非常的有名，而且是真的一鸡难求。如果你没有预先1周前订，它真的没有，它就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它太多人订了。大溪那个，没有在美丽华那边。我知道，对对对。我知道。然后结果有一次呢，我们在这打球聊天，就聊到说有这个餐厅，然后我就说我吃到就是跟老板也还蛮熟的，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很想吃的时候打电话给他，然后他就会帮我预留或什么之类。那我朋友知道了，有一天他就打给我，他说哎。你不是跟那谁很熟吗？我现在在这边打球，2组人呢，你帮我订一下，我要吃那个你说很厉害的脆皮烤鸡。我说哦好，我问看，因为太临时，我不确定有没有哦。他说哦好，那我就打电话给那老板，老板说哎你要来吗？我说没有，是我朋友。他说我来问一下好不好？因为太临时了，我一天固定就是叫多少鸡进来，那我可能卖完为止。对，卖完就没有了。那我今天其实都已经订满了，那我帮你问一下，而且它是附近的那种放养鸡肉。所以那个鸡肉特别好吃，可是问题是因为现在台湾就是政府有规定，就是说它不能私宰，就是说鸡呢就是要电宰，就要电宰，不能在现场，对，不能现场杀，就是所以他变成说他要先去问看，说哎今天有没有多的鸡，那他就回来可以烤嘛。好，然后就去问了之后说哎。没有，但是他有预留1半，是早上人家买了1半，然后现在1半他们想要自己吃的。他说，哎，那你可以让给我一下嘛？哎，我这老板朋友很帮忙吧，因为我一通电话，他真的就说去跟人家要了半只鸡回来。对，虽然只有半只，但起码可以尝到它的味道，因为它真的很好吃。它就是那种脆皮脆脆的，然后很香，然后咬下去烤，然后那个里面的鸡汁会这样滴出来的那一种，超好吃，像炸鸡真的。了解。然后后来我朋友去了之后，他们打完球，然后去了之后，好啦。去了9个人，因为2组8个人嘛，那另外一位就是好像不晓得带什么，8个人吃半只鸡怎么弄？还可以叫别的菜啊。哦。可是重点是他有名的是那个脆皮烤鸡，他别的哎，你跟我的朋友一样哎，你为了半只鸡发脾气耶。他说也是你要吃得到，你临时订不见得有。他知道有难度就好了嘛。对，然后结果去了之后就好上来半只鸡，但是他们也点了其他菜，可是上来半只鸡之后，我这朋友就生气啦，他觉得他没面子，怎么够吃？对他觉得说他跟他的朋友讲了，他带了2组人去，2组人就8个人，然后他又多带了1个朋友，所以9个人，然后吃半只鸡，他就觉得没面子，怎么办？怎么会只有半只鸡？我一直跟我朋友说这里很好吃，怎么会只有半只？就把老板叫过来了，哎呦，人家是就骂老板了。出钱出力挺朋友，好心反而变罪人。他跟我说，他想要创这个业，做这家直销公司。这家直销公司的化妆品跟面膜都不错的，我就先买10万块钱货。我才货搬回来第2天不到，有一个新闻出来了，某某公司的面膜出了什么状况？我当初不知道，
我把这些面膜送给了我2个很好的哥们，脸都烂了。我有敷完之后脸都痒痒，我说哎，你最近先不要敷。他说：“老板，我是仲勋的朋友，我叫他帮我订，你就只给我半支。”他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因为太临时了，那我也是有去找了一下，那真的是只有对，去调出来就只有这半支，不好意思，下次你来我一定补你。”我那个朋友还这样跟他讲，老板人还挺好，老板人真的很好，而且是年轻人。然后我就说，然后结果他还是很生气，现场可能加上可能朋友之间就。吃饭七嘴八舌说啊，你不好啦！你看这个只有半支啊，没面子什么的，他整个火都上来了。他在里面不晓得是借酒装疯还干嘛，听说后来还就是把扫盘子，就吃到就是说很难看，然后就说什么就开始嫌这个嫌东嫌西，然后之后要走的时候还就是有扫一下盘子之类的这样子。然后我这朋友就很我餐厅的这个朋友就觉得。怎么我会介绍的这样子的人去？可是你跟那个人熟吗？没面子。我那个打球的朋友，其实就是一起打过几次球都认识，但也没有到说非常熟，但也没有到不好。我就觉得我们做得到的，而且我也真的调到了半只脆皮烤鸡给他了。而且这个店家的老板是真的很棒，很有诚意耶。对，很有诚意，而且他还跟他讲说，他下次去再。补给他，我觉得是那个人品的问题。可是你要先跟朋友讲说，陈哥有，但是只有半只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要先讲，陈哥。拍谁哦？你有讲？我没有讲半只，我说有钓到，有钓到。你看这就不对了。你问。对，其实这个是就不能够太在你这边。可是我觉得那个人也，要不然我也以为可是9个人。但是如果是我会觉得说，就朋友都已经帮忙订，如果我没有朋友帮忙订，我可能连这半只都吃不到。对了，可是你没有讲是半只啊，真的有差。对，因为讲半只，搞不好我就那我另外订餐厅好。但是因为到了现场，就是餐厅老板跟他讲说。就是对，因为他只钓到半只。因为如果你只有半只，我可能在球场的餐厅就吃了，我就不用再出去吃了。可是9个人吃1只也吃不够啊。对，他有其他菜，就是还有其他菜，但是你要先讲。他有名的是脆皮烤鸡了。乔，哇，今天乔的事儿一个比一个大，10万面膜一定是他。我像是会敷面膜的人，他花了几这个钱？对，而且没错，潘老师不会在潘老师上面。对，潘老师不会在，对，没有错，他不会自己骑自己。对，潘若迪，我们来看一下价值观偏差的结果。10万的面膜，面膜1张200块100块的，你10万的面膜是30。我也买过1张10块的。真的假的？你那是保鲜膜吧？我们那时候买那种大学生时期买个大量50片100片那种，然后大家再去分，1张才10块钱而已。你买那个是湿纸巾嘛？那不叫面膜。难怪他晚上都觉得脸怎么会发光呢？对，就这样。荧光剂。对啦。所以那个叫湿纸巾嘛，特别的亮，对不对？然后他10号面膜上面写无洞，对，没有洞的拿自己剪。无洞，那就是湿纸巾。对，无洞。为什么会有10万的面膜？10万，我跟你讲啊，一样帮自己的哥们。他是做行销的，他是赚那种直销公司啊，他们专门在卖这些化妆品啊、面膜啊什么。然后因为他是跟着我当兵一起退的好哥们，那你总要帮忙人家，人家已经找到自己事业的第2春了。还有业绩。对他想说，其实他自己也没有什么钱嘛，那想说如果能够帮他一点，我能尽力我就尽量。好，那我尽量的帮的时候，就是说他跟我说，他想要创这个业，做这家直销公司，这家直销公司的化妆品跟面膜是不错的，他希望能够做，但希望我能够帮他一下。我就想说好，那这样好了，我就先买10万块钱货，我借10万块钱给你。你帮他就买10万块了？对，因为他有很多这样出货的经验，他其实卖的算是不错了，就是直销，但这是一个直销嘛。他就是直销，但是这10万块钱他也是会给我货嘛。我一样，以我的情况，其实你就是下线了。对，应该说是这样子啊。所以，但是我可以卖的话，就变得特别的快，所以我也就不以为意。但至少我帮了我的朋友，他很感谢，他非常感谢，所以我就先拿了5万块钱的那个货放在家里面，然后给我的学生、给我的朋友、给我的什么什么的。但是呢，隔不到1个礼拜之后，我想要再去拿这些货的时候，他人已经不在，他也已经消失了，就开始怎么找不到他。可是我知道他住的地方，
所以我就跑到他住的地方去。房东跟他说，他已经3个月没有付他的房租，这个人早就已经不见了。把房门打开之后，都是货，里面都是货。这个货你想说好，那至少我花了钱嘛，我总要把你货全部拿走，对不对？我确实是拿了一堆回来，那些货可能也 maybe 不到10万块，可能大概7、8万，但是我拿回来了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第二天我才货搬回来，第二天不到，有一个新闻出来了，某某公司的面膜出了什么状况？很多人摸了面膜之后，这个就烂了，然后这家公司也倒了，被人家告了。我那一堆面膜也不能用，也不能用，但是我当初不知道。我把这些面膜送给了我2个很好的哥们，一个是阿全，好吧，曾永权。我拿那些东西要干什么？不是，我要干什么？我有动车，我有一次去他家，他拿擦鞋超亮的，他擦鞋子超亮，各位，面膜擦鞋超亮，他就是有一种，他擦他的琉璃台，拿面膜去擦他的摩托车，哇塞！我那时候心想说，哎，这个钱是钱买回来，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哎，你要爆出来这个面膜有问题，你讲时间的关系，你就直接讲后面最好笑就是，我就跟阿全说，哎，你最近有没有怎样？他说。洗澡一直掉头发，而且我为什么敷完之后脸都痒痒？我说，哎，你最近先不要敷，不要敷。然后阿杰就打电话给马里欧说，哎，马哥，我没有用啦，你有没有用那个？我没有用啦。然后说那不能用，你是怎么跟他说的？我没有。其实最好笑就是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东西来很多，我老婆那边很多东西，然后我有时候说，因为她对我很好，有时候给我女儿一些东西，然后我就说这面膜，他老婆，我已经忘了那个东西什么都有，这个给潘老师哈，就是伴手礼，然后我就说潘老师这个是，然后潘老师就哇他就打说，这我。给他的面膜拿回来反送给我，因为你是不是说出人？你不会记得那个什么盒子，然后有什么谁烂透了，有什么谁，然后比如熊熊也是说马哥这给你们用，就是那个什么洗脸巾啊。我那时候本来想要送小康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本来送小康送，我把内湖帮的我都要送，我本来也想要送你的，还好我还没有送，那个事情就发生了。内湖现在还有这一些在我那边，你要不要？擦车擦皮鞋吗？对，这你可以擦别的地方。擦鞋真的变湿纸巾了。对。朋友有难帮忙挡，竟变成羊肉虎口。我们就看到一个包厢，看到我们女生朋友，她旁边就有个男生，手在她的身上这样游来游去，我就过去，我就坐在她跟那个男生的中间。很好，你救他了。好笑，他的手到我腿上了。哦，抓交替，对。哇塞！他被吃豆腐也不会太意外。It's me，这个事情才上个礼拜的事情，哎呦，很新鲜、很新的事情。哦呦，这能够吃出猪八戒的感受，完全可以。好，一样就是我跟我的兄弟出去 hang out， 在一个酒吧。那远远的我们就看到一个包厢，看到我们女生朋友。好朋友就是这样，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是什么状态。他旁边就有个男生，哇，穿的那个衬衫的扣子开得很低这样，然后就是手在他的身上这样游来游去，我们就对到眼了，然后他就给我一个这样的表情，就是求救。我就觉得哦，救人，我就发个讯息，我说需不需要我帮忙？他就拿起来看了一下，我就看着他，他就这样点头，我说 OK， 我就过去，因为那个酒吧都是好朋友，都是店家啊、bartender 都是熟的。我一过去，我说哎怎么样，我就很自然的我就坐在他们中间。我说哎好久不见，我就坐在他跟那个男生的中间。很好，你救他了。对，我就说哎嗨你好，因为毕竟我们公众人物，所以比较 peace， 大家看到我们不会有敌意嘛，会觉得说哎我见过你哦，你是干嘛的。我说对，你好，哎喝一杯。才发现说这个人不是台湾人，他是个日本人。哦，他是个日本人这样子。所以他跟你说砍拜，没有，他就跟妹，就说我帅，说我很帅这样子。我说没事，我说你才帅，我也不会讲日文嘛。一坐下来之后呢，我就没事的。我说那你赶快，你跟你的姐妹换位置，你坐远一点点，赶快过去，因为我不可能一直坐在这边嘛，我要去照顾我的朋友，我只是来帮你们缓解一下而已。结果聊一聊之后呢，好笑，他的手到我腿上了。他是，我本来想说男生嘛，难免就是喝酒怎么会这样子？不对哦，
就一直这样子哦，一直摸哦。很有感情的他有这摸个习惯，不是那种，马里奥有这个习惯，不是，但是你可以知道，你发现你开始有反应了。对，我觉得他有反应了，我就说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他看我的眼神开始变成这种眼神，我说奇怪不对，然后我还跟我朋友我说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要跟我朋友说，这个是 gay 吗？对，同志吗？我说不是啊，他刚才看到他跟另外一个女生也是很亲密的互动，我说，OK 没关系，我就坐回来，从摸腿变到上到我肩膀了，开始这样子摸，我就这样看，我说怎么回事？我说这个到底是什么状态？他到底是要什么？你要我的女生朋友，还是你要的是我？我不知道。然后我就看我的女生朋友，我就 what the， 我这什么意思？后面哇尴尬了，那个日本人很好客，拿出一张黑卡，掏出来，开一组香槟，我说完蛋了，开了怎么搞？一次开6支，6支大概这样怎么算钱啊？2000多嘛，不止啊，没有了啊。香槟王，如果是香槟王的话，1支8还是1万多吧？应该是某一组就要3万到4万的。对啊，对，他就先刷，我就说，我想完蛋，因为我知道那一刷下去我就走不了了嘛。就是要喝完的意思吗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他很开心遇到我，然后我站起来的时候，他也跟着站起来，然后这样子，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，哇，扒着这样，就是扒着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懂啊。然后我一直以为我是去救我的女生，结果我不是，我是肉身菩萨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去换她。交替耶，抓交替。对，你是交替耶。对。到这个局结束，你都搞不清楚状况。还好他不是很胜酒力啦，所以后面我赶快跟他喝一喝之后，他就马塞，然后我就赶快换到我朋友那边去。后来开心吗？后来开心吗？店家很开心，店家很开心，店家赚钱啊，一般人不会在酒吧开香槟的啦。对，赚钱啊，而且还开6瓶啊，赚钱呀。我刚刚听下来，我其实有一个感想，什么？就是你刚刚不是说要看人帮忙吗？对，瞧事情要先看人，还有一个是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你有多少的资源跟人脉。很难，这个很难。拍落地会，他动不动说找我，不要动不动就说我认识谁，或是我跟谁很熟，不要。他会，我哪里会？我他妈会也是为了你们这些哥们，我都好了，都有你们了，我什么哪一次独吞过？很多人都说做事容易，做人难，调事情就是对智慧的考验。什么事情能不能做？我们先评估一下，这是我能做，接下来是谁找我做？他请我帮忙，他这忙值不值得帮？对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OK， 谢谢你们今天的分享，不客气。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。See you。我爱的张英姐，谢谢唐老师。我们这样分享已经很屌了，对不对？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